stormy nights don't stay. From the moment that 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記錄影片。京都北郊的大原地區是近幾年崛起的網紅觀光景點。其實這裡的歷史非常悠久，隨着社交媒體的宣傳，大原三千院已經成為秋天必去的賞楓打卡點。在人多的地方觀光是一種修煉，帶着敏銳的觀察力，要怎麼過濾掉嘈雜的人生呢？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後，又要怎麼用獨特的視角看到別人忽視的美呢？用一天的時間，跟我一起去京都北郊的大原，除了熱鬧的三千院，還能找到寧靜的角落。周圍的時光院、寶泉院、來迎院、極光院，在紛擾中走出專屬自己的賞楓之路。從京都市中心要坐1小時的巴士才會到北郊的大原。因為花費的時間很多，所以之前一直是觀光人潮較少的小眾景點。不過三千院的美景就像紙包不住的火，終於還是走紅在社交媒體。巴士下車後，還要走10分鐘左右。這條小徑有不少商家可以逛逛，沿途景色也還不錯，像是為醞釀好心情鋪成的一段路。穿過御殿門，走過左手邊的壽府，就會到可以欣賞庭園的客店。庭園是江戶時代修建的磁旋式庭園，圍繞小池塘排列了特色各異的植栽。寶塔、石塊、石燈籠點綴其中，像是鮮活世界中孤傲的禪意。坐在原側享用茶點，看着眼前的層林盡染，獨享屬於我自己的小時光。从城殿走到往生極樂院的小徑兩旁，是爬滿青苔的庭園。不過青苔上蓋滿落下的秋葉，反而變成厚重的紅色地毯。
西元986年建造的往生極樂院，裡面供奉國寶阿彌陀三尊像。由於佛像比建築還高，所以屋頂被設計為向上突出的船底型設計。旁邊的庭園是一座磁旋回游式庭園，名字來自中國的詩句“山水有清音”而得名有清園。大園一帶從1000多年前稱為魚山，是佛教音樂的發源地。走在植物茂盛的庭園裡，尋找隱藏其中的孩童地藏，心情自然就變得輕鬆愉快，就像是跳動的音符，傳遞幸福的旋律。沿着小路走，會到金色不動堂，裡面供奉金色不動明王。旁邊的觀音堂供奉高達3公尺的立像觀音。往境內深處走，地勢越來越高，美景也越疊越多層，終於變成一幅厚重的油墨畫，讓人分不清楚現實與夢幻。秋天的3000院，像是宮崎駿的動畫，鮮活地重現在真實的世界中。隨時會出現調皮的精靈，讓人迷失回家的路，永遠沉醉在這裡的繽紛世界。3000院的精彩不只有在室內，因此路上的人潮不輸在寺院內。不過幾步路，走到時光院裡，這裡隔絕了嘈雜的人聲，和剛才的紛擾是兩個世界。時光院不大，客店是主建築，可以悠哉地坐在這裡放鬆一下。這裡供奉地藏菩薩，是聖靈院的附屬寺院，最早創立於14世紀，但經歷複雜的歷史變遷。現在的客店是大正10年重建的建築。庭園是江戶時代末期的作品，可以步入庭園，用回遊步行的方式，近距離欣賞植物與造景。
建於1975年的利格安，是一個完全取材時光苑森林的茶室建築。庭園雖然不大，但卻層次分明。近景精緻，遠景借物山景，有別於3000院的夢幻。這裡有着大自然的開闊，同樣能帶來好心情。不論是坐在室內看庭園，或是走在庭園看建築，時光苑的靜謐氣氛，總算是回歸心情的平靜，好好的感受內心的禪意。返回人潮聚集的步道，如果只是一直抬頭看天空，忽略摩肩擦踵的人潮，這條路其實還蠻浪漫的。路的盡頭是寶泉院，這裡也是聖靈院的分院之一。先從路口左邊的寶樂園開始參觀。這裡是2005年建成的庭園，通過石頭、草木來表現神佛的世界。在漫步的過程中，好像和各色的植栽融為一體，從日常的疲憊和煩躁的身心解脫出來，感受安逸的時光。玄關左手邊的龜鶴蓬萊庭園是江戶時期建造的庭園，池塘是鶴，假山是龜，是個富有吉祥寓意的小庭園。帶有壁爐的房間是一個富有穿越感的舒適空間。客殿是寶泉院的主要建築，是17世紀所建。盤桓園有棵700年樹齡的五葉松，是京都的3大名松之一。這座庭園有如繪卷一樣的環顧式景觀，又被稱為畫框庭園。盤桓是讓人流連忘返的意思。可以坐在這裡品茗賞園，讓人拋開時間的倉促，感受心情的平靜。其實寺院不算大，但可以欣賞的細節很多。頻道的老朋友應該很熟悉這個裝置了。水琴窟已經出現第3次了。透過樹林眺望大園之鄉和近處的山景，像是由美景構成的療癒世界。自我內心對話之餘，雜念都清空了。走出3000院前的參道，往左手邊山裡的方向走，這裡開始人潮會聚集。微微的上坡路，走到了與剛剛截然不同的秘境世界。
來迎院是天台宗寺院，由持覺大師於平安時代初期創建。這裡和配樂而唱的佛經有很深的淵源，對後來的日本音樂產生很大的影響。鐘樓的梵鐘是重要文化財，建於室町時代。寺院不大，但完全沒有其他觀光客，可以獨享深山中的寧靜。本堂是1533年重建的建築，供奉國家文化財如來木雕。也許是知名度不高，又或是上坡路太長，不管是哪個阻擋人潮的原因，都讓網紅3000院附近留下最後一塊靜謐的空間。回程的時候會經過大圓之里展望台，站在開闊的田地，吹着微風，連心境都跟着變開闊了。離開3000院這區，穿過馬路往山的方向前進，會到另一間小佛寺極光院。沿途是印象中的傳統日本鄉間，清澈的小河，通透的空氣，斜角屋頂的矮房，還有茂密的森林。走到極光院雖然要花20分鐘，但我很喜歡沿途的風景，是非常舒壓的一段路。穿過壽復，要爬上一段台階，才會到極光院的本堂。中間會經過名為孤雲的茶室，雖然沒開放，從外觀仍然可以看見這裡的細緻風格。極光院是天台宗的尼姑庵，西元594年，聖德太子為父親祈福所建，供奉的主像是6萬體地藏像。本堂前的小庭園也出現在《平家物語》中，有千年小松，長滿青苔的石頭，以及清澈見底的池塘。秋天的時候，
這裡有股介於熱鬧、孤寂之間的氛圍。如果只是為了寺院的美景，那這裡的規模可能會讓人失望。但如果把沿途的風景當作參觀寺院的一部分，那讓人感受安適的一段路，好像可以為了它專程走一趟。回程的時候，我可以不看 Google Map， 用隨性的態度，不管會不會迷路，恣意的在鄉間遊蕩，用自由的心結束秋天的一日賞楓行程。回到市區，實在沒有力氣再去找餐廳，就在4條地鐵站旁邊的餐廳銀座麗養吃晚餐。這家餐廳我在東京的銀座就看過，但當時覺得在銀座又在店名叫銀座的餐廳太理所當然，所以就沒去吃了。不過在京都看見叫銀座的餐廳，感覺好像有點衝突，反而激起我想嘗試的慾望。這裡其實是居酒屋，但裝潢是昭和時代的西洋風格。6點左右，看到很多先來喝一杯，正等待其他同事的上班族。餐點在水平線上，喝了一杯沙瓦，在人潮還沒聚集之前，就結束視覺及味覺都滿足的一天。出發之前，每個人都期望能有100分的旅遊體驗。不過，世界的運轉是無數人交集的公式，只要有別人，就會有誤差。旅行時總有不如意的時候，要怎麼做才能回到可容忍的誤差範圍呢？改變視角，像長頸鹿一樣抬頭往前走，專注在多彩的天空。改變心境，不去計算走了多少步，而是比較看了多少風景。改變立場，當我變成了這裡的一片落葉，落下的瞬間，我會看到什麼呢？你看，一點小改變，即使在人多的地方，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樂趣。如果你也喜歡發掘自己獨有的樂趣，歡迎訂閱我的頻道，跟我一起創造特別的旅遊回憶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